2026年5月，黑海上空，一架乌克兰空军的 F-16在执行拦截任务时，疑似遭遇机械故障，突然坠毁。同一天，俄罗斯方面媒体高调宣称，其苏35战机发射 237M 超远程导弹，在苏梅州上空击落了另一架 F-16。多家俄罗斯军事博主随即铺天盖地的报道，称这是苏35首次在空战中击落西方战机，俄媒一片欢呼，美制神话破灭的论调迅速蔓延。但这里有一个被狂欢者刻意忽略的关键问题，这次所谓的击落，从头到尾都只是俄军单方面的宣称，乌克兰军方从未证实这一损失，俄罗斯方面也从未拿出任何残骸照片、飞行员资讯或第三方证据来支撑这一战果。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独立信源能够证实这架 F-16确实被击落。如果我们将这次未经证实的宣称与乌克兰手中的 F-16实际情况放在一起审视，真相会更加清晰。乌克兰手里的 F-16AM 是北约盟国退役的库存机，上世纪90年代的早期型号，机体寿命严重透支，雷达与电子设备停留在30年前的水准。驾驶这些战机的乌克兰飞行员虽是战火中淬炼出的勇士，但仅接受了数月速成训练，用老旧的机体让承受巨大压力的飞行员去硬刚俄军现役重型主力和 S-400防空系统，这样的战损根本无法代表 F-16的真实战力。真正的 F-16在北约完整体系支撑下早已蜕变。就在乌军苦战之际，全球现役 F-16已突破3100架。2026年4月，据多家防务媒体报道，秘鲁采购12架全新 F-16 Block 70。5月，诺斯罗普·格鲁曼交付第1000台 AN/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自1974年首飞至今，总产量近4600架。这款战机凭什么从冷战熬到今天？最新款的 F-16V 藏着什么杀手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架代表北约天空的基石。F-16的诞生是对苏制战机机动性优势的一次精准反杀。越战后期，美军在东南亚的天空付出了惨痛代价。当时的主力 F-4鬼怪战斗机推力巨大，挂载惊人，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雷达和导弹。美军原本自信地认为依靠超视距打击就能轻松取胜，然而在实际的近距离缠斗中，笨重的 F-4却被轻巧灵活的苏制米格17、米格21屡屡摇尾，导致不少王牌飞行员被击落。这一惨痛教训震惊了五角大楼，一批被称为轻型战斗机黑手党的年轻军官和系统分析师，以能量机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极具颠覆性的需求：抛弃一切多余的重量，不追求双发大推力，不追求长远航程，只打造一款极致轻盈、专为近距离狗斗而生的纯粹战机。最后是通用动力公司的 YF-16，在竞争中胜过了 YF-17。早期的 F-16AB 为了追求极致的推重比，大量采用复合材料，机身结构极其紧凑，重量被压缩到极限。那些习惯了驾驶 F-15英式重型铁疙瘩的老飞行员，看着这个轻盈的小家伙，带着几分调侃和不屑，给他起了个外号“塑胶虫”。但正是这只看起来脆弱的塑胶虫，彻底终结了苏制战机的机动性神话。1974年1月，F-16的原型机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高速滑行测试，由于电传飞控系统过于敏感，飞机意外地抬起了机头，翼尖在跑道上擦出了火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菲尔·奥斯特里彻意识到，如果此时减速或刹车，飞机必定冲出跑道翻滚。他临危不乱，将操纵杆拉到底，让战机提前升空。而这一瞬间的轻盈跃起，恰恰暴露了这架飞机最核心的天赋——极致的轻量化所带来的超凡操控回应。F-16的轻带来了违背物理直觉的机动性，它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电传操纵系统的量产战斗机。设计师刻意让飞机在空气动力学上处于静不稳定状态，这意味着只要飞控电脑稍微给出指令，战机就能以极其狂暴的姿态瞬间改变航向。单发单座，极具科幻感的翼身融合，提供360度无死角视野的水滴型气泡座舱，以及为了让飞行员承受高达9G 超载而设计的30度后倾座椅。这一切都让 F-16在空中缠斗时如臂使指。如果说早期的 F-16是一把专精于近身肉搏的锋利匕首，那么经过几十年不断的技术迭代，今天的 F-16V 已经进化成了一把自带自动瞄准和透视外挂的智能狙击枪。这场进化的核心不在于飞机外壳的改变，而在于彻底的内部换脑。早期的 F-16AB 装备的是 AN/APG-66 机械扫描雷达，这种雷达受限于泡面天线的物理扫描速度，探测距离只有不到100公里，而且只能同时跟踪1-2个目标。
在现代空战的尺度下勉强算个近视眼。后续的 F-16CD 换装了 AN/APG-68 雷达，探测距离有所提升，并具备了发射 ARM-120 主动雷达制导中距弹的能力。但这在美军面对未来高科技战争的构想中依然远远不够。进入21世纪 ，F-16 迎来了它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次质变。AN/APG-83 SAB-2 有源相控阵雷达 AESA， 这款雷达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直接从美军2款第5代隐身战机 F-22 和 F-35 的雷达技术池中下放而来的产物。其核心的收发模块、信号处理算法与5代机雷达同源，相当于用最小的工程代价，将5代机深不可测的雷达性能强行封装进了 F-16 现有的机头雷达罩里。2026年5月，该公司交付了第1000台 APG-83 雷达，这标志着此项改进已大规模普及 F-16。相比之下，俄军目前的主力苏35虽然体型庞大，却仍然在使用雪豹翼无源相控阵雷达 PESA。这种雷达本质上仍然是机械扫描与电子扫描的混合体，波束指向变化缓慢，抗干扰能力差，而且极其笨重。当苏35还在依靠有限的计算能力、缓慢的集中波束去探索一片空域时， F-16V 的 AESA 雷达已经实现了多任务并行。AESA 雷达没有传统的机械运动部件，天线上密集排列着数百个微型收发模块，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将探测波束从正前方瞬间甩到机身侧方，甚至分裂成多个波束，同时执行不同的任务。它的探测距离直接翻倍，而且能够在极度复杂的电子战干扰环境下，同时精准跟踪数十个高速目标，还能分出精力对地面的防空导弹阵地进行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为了让飞行员的大脑能够处理这套系统带来的庞大信息流， F-16V 的座舱也迎来了全面的玻璃化革命。过去那种密密麻麻、令人眼花缭乱的传统机械仪表被彻底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巨大的高分辨率彩色多功能显示器，所有的飞行数据、雷达图像、武器状态一目了然。更致命的是 ，F-16V 深度整合了联合头盔提示系统 GHMCS， 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美军飞行员在近距离遭遇战中根本不需要辛苦地将机头对准敌机，他只需要扭头看向座舱外视线所及的任何一个目标，头盔里的瞄准光环就会瞬间套住敌机。紧接着，挂架上的 ARM-9X 响尾蛇大离轴角红外成像导弹就能实现越肩发射，导弹自动计算出攻击路径，直接飞离挂架，顺着飞行员视线的方向转向目标。这种攻击节奏完全超越了当时的空战常识。实战中，当俄军苏35的飞行员还没弄清座舱里刺耳的雷达告警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时， F-16V 发射的导弹早已锁定了苏35滚烫的尾喷管。目前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大杀四方的 F-16第70批次以及第72批次，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F-16V 蝰蛇，代表了整个 F-16家族跨越半个世纪以来的巅峰终极形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用4代机历经考验的成熟皮囊，完美包裹了一颗属于5代机的数字灵魂。这款终极型号的核心升级可以从4个维度来概括：看得更远，飞得更久，命更长，打得更狠。第一个维度是绝对碾压级的战场态势感知，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 APG-83 AESA 雷达在空战中的统治力，但它赋予 F-16V 的能力远不止于此，它还具备极其强悍的对地和对海探测能力。在合成孔径雷达模式下，它能从几十公里外的安全空域生成如同照片般清晰的地面图像，甚至可以识别出车辆的类型。在对海模式下，它能够在波涛汹涌的复杂海况中轻松截获并锁定极远处快速移动的小型快艇。在2025年北约举行的拉姆斯坦旗帜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中，一名希腊空军的 F-16V 飞行员在接受战区网站采访时透露，这种全天候跨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让 F-16V 从单纯的空战战斗机升级为前线指挥官最依赖的战术情报节点。第二个维度是保型油箱的加入。长期以来，轻型战斗机最大的短板就是内部燃油有限，航程较短，被戏称为短腿。如果挂载副油箱，又会占用腋下宝贵的武器挂架，并增加空气阻力。F-16V 通过在机身背部两侧加装流线型的保型油箱 CFT， 极其优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2个油箱可以容纳约1500磅的额外燃油，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战机的作战半径和滞空时间，而且完全没有挤占腋下的武器挂载点。
F-16V 因此彻底挣脱了航程的束缚，能够满载致命弹药，执行纵深穿透打击任务。第三个维度是其极长的机体寿命，得益于美国航空工业在材料科学和精密加工领域的深厚积累，全新制造的 F-16V 进行了结构上的全面加强。洛克希德马丁官方数据显示， F-16V 的机体设计寿命达到了惊人的12000飞行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即使按照北约空军极高强度的年度训练量约250至300小时来计算，这也意味着这架飞机可以在非大规模结构大修的情况下连续服役超过40年，轻松飞到2040年以后。相比之下，以苏2730系列为例，其机体设计寿命约为4000小时，发动机大修间隔更是短得多。从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来看， F-16V 的经济性远超那些需要频繁进场大修的俄式战机。第四个维度是它拥有一座毫无死角的全能武库。 F-16V 拥有多达11个外挂点，最大载弹量超过7吨。它不仅能挂载最新型的 AIM-120D 超视距空空导弹，将敌方战机阻挡在视距之外，还能携带各种精确制导弹药，执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例如，它可以携带 GBU-39 小直径智能炸弹 SDB， 以此出击就能同时精确摧毁多个不同的地面坚固目标。更高级的任务中，它甚至能挂载 AGM-158B、GESSM-12 隐形防区外巡航导弹，在敌方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执行斩首打击。配合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它还能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为地面部队提供实时的火力覆盖。正是这种无死角的强大，让全球的盟国趋之若鹜。希腊正在投入巨资，将国内84架老款 F-16CD 全面升级到微型标准，计划让他们一直服役到2048年。波兰更是在2025年豪掷数十亿美元，以最高的规格将整支 F-16机队全面换装为 F-16V。甚至连南美洲的秘鲁，在经历了一场因巨额军备采购案引发的政坛大地震，国防部和外交部2位部长同时辞职后，依然咬紧牙关，在2026年4月签下了购买12架全新 F-16 Block 70的合同。当俄罗斯的战机制造工厂在北约和美国严厉的制裁下，为了关键电子元器件举步维艰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16 生产线却依旧日夜轰鸣，订单已经排到了数年之后。全球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运营着这支庞大的机队，数量超过3100架。这架飞机早已彻底洗刷了当年塑胶虫的戏称，化身为盘踞在全球各个战略要地的致命蝰蛇。我们探讨了这么多 F-16V 本身的强悍数据，当然如果只盯着单机的性能看，那就完全偏离了现代空战的本质。F-16V 真正的恐怖之处，从来都不是它在单挑中能做出多么极限的机动，而是它背后支撑的那张覆盖全球无孔不入的北约作战网络。在现代战争的语境下，脱离了信息化体系，去谈论2架战机的空中拼死刀，是极其落后且典型的落后思维。在美军最新的战术操典中， F-16V 和第5代的 F-35隐身战机之间，已经通过先进的高速数据链，如 MADL 和 Link16 实现了天衣无缝的数据互通。在未来的高烈度实战场景中，空战的模式将被彻底颠覆。让我们设想一个典型的交战场景，一架美军的 F-35闪电2会像幽灵一样静默地潜伏在交战空域的最前端，它完全不开启任何会暴露自身位置的雷达，只依靠其灵敏的被动传感器 AN/AAQ-37 分布式孔径系统和 ESQ-239 电子战系统去感知空域。当它悄无声息地锁定远处俄军的苏35战机后，会立刻通过抗干扰的数据链，将极其精确的3维坐标瞬间传输给躲在后方数百公里外、处于绝对安全距离的 F-16V。此时，那架挂满弹药的 F-16V 根本不需要开启自己的 APG-83 雷达，它甚至不需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只需要充当一个冷酷无情的高空导弹发射架，根据接收到的目标数据，将机翼下的 AIM-120D 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发射出去，然后立刻掉头返航。而飞向目标的 AIM-120D 在中途还可以通过其他平台，如 E3 预警机的指令进行航路修正，最后在末端开启自身雷达完成击杀。这种由隐身战机充当眼睛前出侦察，而非隐身战机充当重火力射手的 A 到 B 射战术，完美的结合了5代机的隐身态势感知能力和4代机的大载弹量、低成本优势。在这样的体系面前，俄军引以为傲的苏35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活靶子。俄罗斯媒体在账面上不断吹嘘苏35的雪豹翼雷达拥有400公里的超远探测距离，并且挂载着 4.2 米长的237超远程导弹，
但在美军电子战飞机如 EA-18G 咆哮者的强烈电磁干扰和体系压制下，苏35的信息传输通道将被严重阻塞，数据处理速度慢如蜗牛，其引以为傲的抗干扰能力在实战中往往形同虚设。当苏35的飞行员还在刺耳的电子噪声中满头大汗地尝试重启雷达系统，试图在杂波中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敌机信号时， F-16V 发射的 ARM-120D 导弹早已在隐身战机和高空预警机推送的上帝视角接力引导下，悄无声息地切入了致命的末端弹道。等待俄罗斯飞行员的只有座舱盖外突然亮起的死神火光。目前搭载着第5代战机大脑的 F-16机队，现役的数量超过了3100架。这不仅意味着在任何局部冲突中，北约都能形成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更意味着这只空中怪物拥有着极度可怕的全球部署密度。无论在欧洲平原、中东沙漠还是太平洋岛链，只要冲突爆发，天空中永远有一大群处于巅峰状态的蝰蛇在冷冷地注视着对手。当俄国人还在用30年前的落后战术思维，沉迷于在各种航展上表演各种华丽，却在实战中毫无意义的过时速机动，执着于空中拼死刀的古典浪漫时， F-16战机的背后运转的是一套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那里面有遍布全球各大洲的无缝后勤维修网络，有硅谷无数顶尖软件工程师在后方随时编写推送的更新代码，更是美国每年耗资近万亿军费所堆砌出来的无可匹敌的军事信息技术实力。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对抗，表面上是2架不同型号飞机之间的角逐，但抛开表象，这其实是2个航空工业体系之间技术代差所带来的绝对压制和残酷淘汰。本期关于 F-16战损的分析就到这里。最后有2个问题想和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讨论。第一，假设在一场没有任何外部干扰的公平超视距空战中，把一架处于最佳状态、装备了最新 AESA 雷达的美军现役 F-16V 和俄军满载状态的苏35放在同一个擂台上进行1对1单挑，依靠各自的航电和导弹，你觉得苏35能撑过几个回合？第二，如果乌克兰未来换装全新的 F-16V 并彻底接入北约的情报体系，俄空天军还有多少敢于升空迎战的底气？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各位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转发。我们下期节目见。